你知道中国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对普通游客开放、允许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在哪里吗？今天我将带大家闯入新疆哈密大海盗，这里是丝绸之路上最传奇的荒芜之境，曾是玄奘笔下上无飞鸟、下无走兽的古道，也是亿万年地质运动雕刻出的地球火星。古城堡、翼龙化石、雅丹奇观、沙漠泉眼，那今天就跟我一路见证荒凉与生命共存的震撼。离开了甘肃敦煌，就要开启我的新疆之旅了。第一站是哈密大海盗，从敦煌出发，走240、245省道，全程457公里，驾车需要6个小时。这是从敦煌去往哈密的路上，全程400公里，无人区，中间有服务区，但是没有加油站，而且在路上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信号。现在还剩59.9公里，还需要56分钟。那现在直接去营地。在到大海盗景区之前，我先在哈密市区的营地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继续驾车前往大海盗。刚刚我在游客中心就已经买过票了，这里的门票呢是40块钱，但由于我是做旅行自媒体嘛，并且粉丝超过10万就可以免票，但是呢依然是要买一张车票100块钱哦。那么在里面还需要签一张安全告知书，最后还领了一张地图。那里面主要的景点呢都是被标注出来了。那今天呢我是从市区开车过来，走了70公里到达东门。那北门呢就是由于有一条限高杆嘛，限高杆的高度呢是2.2米，我的车是2.45米，所以说到达最后一个景点通天洞的时候呢，就要原路返回到东门出来。这就是大海盗景区的大门了，很多人都会在这里打个卡，验个车票进去了。你好，对，车子一开进大海盗东门，瞬间就像闯进了一部西部大片。两边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，远处是起伏的沙丘和形态各异的雅丹群。柏油路虽然平整，但窗外的那种荒凉感已经扑面而来。手机信号从这里逐渐消失，无人区模式正式开启。进来的第一个景点瀚海神龟，就是后面这一块石头。现在被栏杆围着，不能够靠近，感觉确实很像哎。不过乌龟的脖子那个位置呢，石头看起来很薄，感觉是岌岌可危啊。看起来呢撑不了多久了。这里除了这一只乌龟以外呢，其实还有很多石头都像是乌龟啊。比方说那一只就像是海龟了。那边还有一个双头龟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。2个头的乌龟确实很像吧。其实在这后面还有更多呢，不过现在的天气很晒，就不走过去了。这些石头形态各异，有些像乌龟，有些像鳄鱼的头部。现在呢就来到双头马景区了。双头马指的就是中间那一块石头，现在看起来呢是比较小，等一下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。这2块巨石被风沙雕成了马的形状，一左一右立在旷野中，像极了远古的守护者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站立了千万年，默默地看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、探险家，甚至唐玄奘从这里经过。大家如果来大海盗游玩，千万不要错过在这里停车拍照。这个双头马看起来呢还是挺像我感觉呢特别像是那种小海马。埃斯开霞尔城堡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魔鬼城。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个细节那么在山壁上呢是有一些古建筑的遗址。
行驶大约80公里后，会到达红柳滩服务区，这是穿越大海道前最后一个能休息和补给的服务站。从这里再往北，柏油路就彻底消失了，接下来全是搓衣板路和砂石路。建议大家在这里检查一下车况，做好进入核心区的准备。这个服务区啊，是有餐饮、住宿、购物。进来服务区里面避避风，现在外面风啊太大了。刚刚用无人机航拍，无人机啊差一点被吹下来。这里是客房区，现在住宿一天啊要668，在旺季的时候呢要800块。离开红柳滩，车子正式进入了砂石路，这里就是全长20多公里的翼龙大峡谷，因为出土过大量的翼龙化石而得名。走在峡谷中，仿佛能听到远古生物在风中的回响。两侧山壁被封蚀成层层叠叠的纹理，阳光照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峡谷就像是镀了一层金。但请注意，夏天这里的温度能飙到50度，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。已经到了翼龙大峡谷的深处了，前面还有20来公里这样的路。来看一下两边的我发现这些石头呢非常的奇特，一层一层的，但是看起来呢这个质地啊非常的细腻。哇，用手轻轻一掰，竟然掰得断呢！看起来呢就像是沙子沉积在一起，然后形成的一种质地比较脆弱的石头。穿过大峡谷，在三岔路口右拐，竟然出现了一片绿色，这是大海道最神奇的地方。几年前，石油勘探队打井，并没有找到石油，却意外冒出了24度的清水。如今这里长满了芦苇和红柳，成了穿越途中最治愈的一抹绿色。在这茫茫的大戈壁滩当中啊，竟然有一泓清泉，这里还有翼龙的模型呢。走近的话呢，可以闻到一股很浓厚的矿物质的味道。在泉水的旁边还长了很多芦苇呢。那现在呢，就去大海道的最后一站通天洞，离这里啊还有8公里。继续往前开，就进入了大海道的核心景观区。这里的山体被封蚀成千奇百怪的形状，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通天洞，一个天然形成的岩洞。站在洞中仰拍，光线从顶端晒下，仿佛能直通天空。这个机位超级出片，随手一拍都能刷爆朋友圈。这就是所有来大海道的人啊都会进来打个卡的地方了，通天洞。我也进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危险啊，像这些大块大块的石头啊，都是从这上方滚落下来的，而且进去的通道呢也是比较狭窄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啊进来这里面排队打卡拍照。这里有一条缝隙，可以上去这上面。哇，原来里面内有乾坤啊，可以上去了。哇，这里的石头还是比较坚硬的。大家轮流拍照。我这个角度拍一张。大海道之所以迷人，不是因为它像火星般荒凉壮美，更因为它曾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脉搏。汉唐时期，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，承载着东西方的对话与梦想。如今虽然商队不在，但那些古城堡、烽燧和化石依然在风中诉说着时间的故事。来到这里，你会明白，荒芜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。这片土地教给我们的是敬畏，是坚韧，也是浪漫。地球永远有奇迹，等待那些敢于出发的人。